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，我现在湖南的湘西。上次我拍过一个视频，保定县金罗河一座建在悬崖绝壁上的房子。当时候很多网友评论留言说，这可能是一座寺庙，其实并不是的。据说这是一位老人建造的房子，他用了一生的心血，花了所有的力气把房子建在山顶之上。这个时候石头就非常的好奇了，为什么老人会把房子建在山顶之上呢？那这样的一座房子，它又是如何建上去的呢？带着这些疑问，石头现在就准备从这里出发，大概3个半小时左右，再次进入金罗河，找到那一位建造房子的老人，实地去采访一下，问问他为什么要在山顶之上建造这样一座房子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跟着石头的镜头啊，我们一起出发去一探究竟。房子就在那山顶上，看到吧？上面还飘着彩旗呢。要从这条小路爬上去，我感觉好像对面的山也有一座房子。这里的环境特别的好啊，鸟语发香的。老百姓种的玉米，这里还有一个木房子。这应该是最后的一个台阶了，从这里上去应该就是那一座房子。看一下，非常的陡哦。底下的路啊都是这样的一些石块，修了一个简易的一个护栏。这里来一个急转弯哦。我就是从这里爬上来了，进入这个山门之后啊，这应该就是主人的一个床，看到吧？这里有个门，挂了一个小锁，但是没有锁门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啊，有个床，看到吧？有被子。这边呢，应该就是一个客厅了。这里还有一个。这边呢，应该是一个厕所吧。真的是一个非常窄的一个地方，能利用起来的地方已经全部都用起来了。这些应该都是主人的照片，看起来应该这些照片的时间已经非常久了。这边还有个碗柜。好了，我们要离开了。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已经遇见了这位主人，就是这位大叔。你已经在山上住了几十年了，是吧？是的。哦。今年没车到哪里，就到哪里，就是那里要给标语嘛。哦。好多人到哪里烧炮竹。好多人烧炮竹。那你建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？可能30多年了吧。30多年了。我看那个路非常不好走，当时你是怎么建上去的？哎呦，去啊！一天隔几点过？一天就挖一点点。一天隔几步啊？又要看伢子，又要个人，又要把。就搞那个站子给凿开的嘛，是吧？是嘛？就用那站子给凿开，把那石头给凿开的。钢钎啊？有钢钎弄伢子嘛。那你建这个房子不容易啊？挖1公斤深了。哦。原来我到周煤矿挖煤的。哦，以前你是挖煤的。建了几年才建好？记不到。记不到了。有好几年时间吗？要嘛就是人一种跟我过啊，一家人跟我过一跟说啊。哦。对，也干活子了，也走人了，有些年轻人帮忙我说啊。哦，这样子的。我看你那个亭子也是你建的吗？现在坏了，我搞不好了嘛。哦，现在可能路不好走上去了。前面走的路子还我没够了，我70多岁了。70多岁了。哦。够不好了。哦，以前那些亭子也是你建上去的。是的，那里看到前面那个山建的那个有个建筑出来的那个大风，有一年刮风大雨把我给吹掉了。帮你吹掉了。
那你总共花费了应该好几十年。啊，就是时间多久，还得一辈子。几乎就是一辈子花费时间都在这座房子上面了。这个建设是一种精简利益。哦，这样子，非常非常厉害。这些桥呢，这些桥都是的呢。这些桥都是的。太厉害了。一是芦根桥，一是芦根桥。人家不安桥，因为国家有水泥嘛，那什么，跟水泥一面啊，小安头就叫不封闭桥了。你今年好多岁了73。73岁了。啊，有的还是有的。绿豆山我一修路修进来了。哦，吕洞山你修了路了。啊，就是这边那里上去。那你太厉害了，我非常佩服你。这个一辈子嘛，人类嘛，都是有泥山嘛，都不建设这么个。是的，有这样的环境要建设起来。啊，山峨眉山，我到峨眉山看一不过，我们绿豆山啊关就是没有开花，没有开花起来。湘西的景色真的是太好了，太美了。云山红好多，对，有人到那里扶啥子？扶啥子这子？哎呦，看一山有味道。那你现在基本上每天你还上去住吗？2、3天就要扫一遍。2、3天又扫一次。就在这里做。哦。就在这里也是我个人。哦，桥头这里也是的啊。好，谢谢你啊，也祝你身体健康了啊，祝你身体健康啊。过后再来啊。好。大叔还告诉我说，在这里啊，他立了一个功德碑，把那些给他资助的人啊，把名字全部都写上去了，看到吧？密密麻麻的全部都写满了，真的是非常佩服大叔了，太厉害了，花了一生的时间。全部用在这个房子上面了，非常非常的佩服。告别了老人，我们也即将要离开了。老人说，这座房子是花费了他一辈子的心血所建成的。年轻的时候，老人在矿场里面工作，从矿场退出来之后，他就用自己所有的积蓄建造了这样一座房子。在建造房子开始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，在山顶之上是没有路的。都是老人一步一个脚印凿成了一条小道，前后用了很多年的时间，具体时间他也不清楚了。当时条件非常艰苦，没有砖，没有瓦，没有建房子的柱子，都是村里面的好心人东拼西凑资助了老人。说到这里的时候啊，老人我感觉非常的激动，非常的动情。其实从聊天中我看得出，老人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，很随和，也非常健谈，人也特别的好。他说现在年纪大了，每隔2、3天才能上去一趟。房子里面有老人睡觉的小床，有他煮饭的锅碗瓢盆，还有院子里面养的小鱼。他非常舍不得离开这里。他说当他老的时候，希望有一天能遇上有缘的人，帮他把这个房子打理下来。视频的最后，石头也要在这里祝这位老人健康长寿。当然朋友们，如果你的家乡有这样的人文或者景色的话，也欢迎给石头评论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，石头也会去到你的家乡，把这些美丽的景色拍出来呈现给大家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喜欢石头的视频请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谢谢大家。据老一辈的老人说啊，这里我眼前所看到的这块石头啊，当年土匪头子里面有一个女的4丫头，非常喜欢在这上面的石头啊乘凉。这里就是一个哨卡，当年土匪的一个哨卡。这里有个大石墩，那边有一条小道，当年在这里放上那么1、2个人堵在这个洞口的话，基本上什么样的人都无法进来，非常的艰难。因为道路太窄，你不可能一下子10多个或者20个人冲进来，只能一个一个缓慢的前行。看到吧，几十年后的今天，这条道路啊依然非常的难走，可见当时候1950年的时候啊，这条路更加的难走。现在跟着当地的朋友啊，我们往后洞的位置走啊，也得益于我的朋友，我才知道当年解放这里的时候，解放军啊是跟着后洞进来，
才得以把这里给解放了。如果没有当地的村民带路的话，几乎是找不到这个后洞的。后洞非常明显的一个转角的位置啊，就是这么大的一个钟乳石，大概有3米高左右，直径差不多有70-80公分，是一个非常窄的一个洞口。那么那这块被小小，那小小就可以走。没俺们就是这样子。呢？走了半小时。是吧？现在。没带回来看到。阿辉前完这里，我给你的。没在。我都把山不行。人家的。没在回。走进去，这里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我有点期待哦。最开始的时候啊，大概这里你们可以看得出啊，这应该是一堵墙。其实一开始土匪应该有所防备的，用石头啊垒起来这样一堵墙，看到吧？大概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样子，用石头全部垒起来了。这里面岔道非常的多，所以说走到这里面很可能迷路，也就是这个原因。这又是一个岔道。哦，对呢。好呢，我给你那个路，走给你。这山洞里面就像一个迷宫一样的，看到吧？这非常多的，可能我们看起来是土墩，实际上这是应该睡觉的炕，非常多。这应该也是一个卧室了，这个卧室少说应该可以住得下100-200个人左右。都能拍上个。就像北方的那种炕一样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从这底下可以烧火、烧柴的，还挺高、挺厚的，大概有个2米多左右的一个厚度。你看里面吗？刚睡。往前面走看什么？哇，这里面还更多。赶紧来，开给你。哇，我们走了一条小岔道进来，这里发现了土匪当年生活的大本营，这里面应该是完全是土匪居住的地方，非常多这样的炕，特别的多，有可能真的土匪的宝贝啊也藏在这里面哦，你们觉得呢？几十年过去了，这些炕都是还保持的非常的完好，它的原始的样貌几乎都是没有多大的改变吧。这个路啊越来越窄了，可能我们真的走错了，现在又返回，迷路了，朋友们。我们的手电筒估计电量也不多了，很担心等一下手电筒没电就麻烦了。这个是不是当年滴水的时候形成的一个钟乳石，初步形成的一个状态？非常奇怪。哇，这里要低着头走，但是这里同样有灶台，整个山洞里面都有灶台，都有居住的地方，说明当时候这里的土匪3000人左右肯定是有的。
我们当时候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啊，朋友们，实际上很多人已经走错了。在我们的头顶上方这里有一个箭头啊，应该是防止别人走错的时候留下的一个箭头，说明这一条路啊是一条死路，走不通的一条路啊。现在我们要回去了，我们返回的时候啊才看到了这个箭头啊，看到吧？非常明显的一个箭头的一个印记。这个有可能是后面的人留下，也或者是当年的土匪留下的一个箭头啊。迷路了好几次啊，都找不到洞口的位置啊，终于走出来了。唉，手电筒的电也没了。手电筒的电也没有多少了，唯独我这个手电筒啊，它稍微多一点。哇！特别的累，两路的爬坡。现在初步的判定，刚才有朋友告诉我，这是4号洞的洞口。我们是从2号洞进去的，从4号洞出来，整整差不多4个半小时左右，非常的累。开始进洞的时候还比较好，两路的下坡，等到返回的时候啊，一直都是上坡，所以说特别的累。这个洞口应该是4个洞口最小的一个洞口了。在上方，这是最原始的一条道路了，下方是后面游客走出来的一条道路啊。以前都是开凿悬崖而建的山路啊，非常非常的困难。当时候解放这里的时候啊，没有飞机啊，真的无法想象，如果没有那个后洞的话，太难了。据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，当年的土匪头子他们在里面储存了最少有3年左右的粮食，里面有瀑布，有暗河，水源方面完全充足，供给啊完全不用担心。所以说当时候啊，他们已经做好了长期盘踞这里的一个准备啊。这个道路啊，只能1个人通行，非常的难走。恐高的朋友啊，建议你们别进来。在我这边来个10个是过得出去不得。是这里面有个洞啊。这里面地质活动是自的，它有一个活动就是这没事，就是从我们来那个平顶那里不是有个长2个水潭那里看到没？有2趟水那里，那2趟水那里不是流水的方向不是有个矮嘛？那个就是活动了。现在那个梯子已经没地了，以前我们这会还是有个梯子上去的，现在没地了。这里对墙洞子宽那么的。我就不吃了。走不得，那还是走不得。鞋子走不得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一段山路啊，有多么的难走吧。没有护栏，只有一条小道。下面悬崖峭壁。下面就是悬崖峭壁。摔下去反上去，50岁吧。从这里掉下去啊，根本上不可能成活了。那块以后才搞这些地方，有千万不要上这里来。
这个位置啊，一只手拿着崖壁，缓慢的行走，非常非常的险。朋友们，我们用了4个半小时左右才走出这个土匪洞啊，非常非常的难走。下去的时候一路都是跟着山洞往下面走，上来的时候一直都是爬坡，道路也是非常的不平整，因为很多石头吧，高低不平的，非常的难走。我们有一个手电筒也没有电了，我们也急着赶出来，岔洞非常的多，我们也走迷路了好几次。最后啊，我们都是根据不同的岔洞一个一个的去找，最后终于走出来了。石头在这里想告诉你们啊，如果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备好手电筒，而且脚下穿的鞋啊一定要防滑的，千万不要穿高跟鞋啊，穿高跟鞋啊这个山洞是走不了的。而且进入山洞之前有一段悬崖绝壁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栈道啊，那一段路是非常非常的难走，也特别的吓人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为你们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，我现在湖南省湘西州花岩县石栏杆，在我的身后发现了一座石林。从这边看过去呢，这座石林没什么特别之处，但是当地的人告诉我说，在石林里面就是一个土匪窝。解放之前呢，土匪就藏在石林里面。到底这里面有什么特殊之处呢？现在大家跟着石头的镜头，我们去一探究竟。这边遇见位大姐，正在扫地，应该是在洗菜吧。啊，大姐你好，你是本地人吧？是啊。哦，在洗菜吗？对呀。哦，这个水很干净哦。这个水是从山里面流的吧？这里就是水井啊。哦，这个位置就是水井啊。哦，那你们现在用那个砖给封了，盖着那个。对。哦。我们就吃这个水。把它盖了啊，这样子比较干净一些。啊，你们吃的也是这个水吗？吃的也是这个。哦，这个地方现在是一个景区还是什么的？景区。景区啊，应该没收费的吧？没有收费的哦。那平时的游客多不多？多啊，它礼拜六、礼拜天还是很多人的。哦，周末的时候游客就比较多。哦，这个石林大概在这里有多少年了？这个也搞不清楚了哦。这个我也不懂不清楚。那以前你们小的时候，这个石林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就是这个样子。哦，现在我看修了一条小马路，可以走进去哦。它那里面可以坐了一载人呐，那里面有个洞。哦，那里哪个位置有洞啊？那。哦，那个石头里面有一个洞是吧？哦，可以进去吗？可以啊，我没动过。哦，你有没有进去过？没进去。就在对面那个大石头里面啊？是啊。哦，那等一下我过去看一看。平时你们这边都种稻田吧？种稻田哦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你，像这些山里面以前有没有土匪啊？在解放前？他们说有啊，有土匪啊。有土匪哦。土匪的，他们就躲到那个洞里面了。哦，以前抓土匪，土匪就躲在山洞里面。哦，那我们待会儿去看一看啊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大姐告诉我说，前面那个石林里面有个山洞，据说啊，当年土匪就藏在山洞里面。我们现在走过去看一看。刚才大姐说土匪洞就藏在石林里面，我看了之后，这座石林应该是最大的。我们沿着这条土路走过去，看有没有山门。这边应该就是山洞的洞口，好像比较窄。哇，这个洞口很窄，上面好像有2、3棵小树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哇，这确实就是一个洞口了。
这些石头应该是人为垒砌的，看到没有？这并不是自然形成的。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山门，从这边可以进入啊。其实我一个人旅行拍视频挺不容易的，像这样的地方，如果有个人帮我拿着相机拍摄的话，可能会更直观一些。我只能把那个相机放在你们所看的那个位置啊，就离我比较远，从这边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山洞的洞门吧。我们看一下，你看还没有我的高度那么高，如果我再走上去的话，可能碰到头了。所以说要进入这个山洞啊，要必须低着头。这边呢好像是人为修建的一条小道吧，其实并不是的，这是两个山体自然形成的一座门呐。应该这上面的石头呢就是土匪啊搭建的。其实我站在底下我是非常怕的，这些石头如果不牢固的话，一压下来我就没了，你们就看不到我了。现在我们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个门很小很小的，如果这边装上一道门，或者一两个土匪正守在这个位置的话，那根本上是非常难攻进来的。我们看一下是不是？我现在拿着相机，我们走到里面去看一看。嘿，嘿，现在我们就走到山洞里面去看一看。其实来到这道石门的下方是挺吓人的，看到吧？这些石头完全是没有水泥的，就是这样子，靠着底下这一大块的石头给它，应该就是在这里支撑吧。如果掉下来的话，这一块我就太危险，就没了。不说了，我们要进去。你看，这个是人为故意填的，把这个位置给填高，可能就是把这道门啊更加缩小一些，把它小一些，是吧？你看这底下填了很厚的一层石头呢。这道门的宽度大概也就几十公分左右吧，很窄啊。抬起头，我们来往天上看一下，看，这是就像一座天坑一样的。走到这个位置啊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这道山门吧。你看，是不是人为建造的一道山门啊？都是拿着大石头，底下就是一整块的石头给在这里支撑，上面呢就码上一大层的石头作为一个山门。过了山门之后，我们来到了一个狭长的通道，这个通道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行，有的地方我都是侧着身子才能够进入的。这边真的不好走啊，很窄很窄，感觉这个狭长的通道应该是大概也就10米左右吧，没多长。这边我们应该就走出来了。哇，这边好像也没有多宽啊，看应该就是几座石林把这个地方围成了一个像一座房子一样的，如果上面一盖顶的话，就像一座房子一样的。哇，镜头的前方竟然没有看到，这是人为修建的一座石头墙，上面长了树啊，没注意啊。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没有发现这面石头墙，应该是没有注意吧。哎，石头墙的中间我们仔细看一下，大家知道这两个孔是用来干嘛的？看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整个这一面墙就是2个孔，大家知道这是干嘛的吗？我们现在仔细来看看这2个孔啊，这个孔的位置要高一些，这边呢要矮一些。我们来看这个矮一些的啊，大概这堵墙的厚度接近1米，
这个孔啊，大概也就20公分乘20公分左右吧。这是不是当年的一个枪眼呢？一个瞭望台，放哨的，在这边呢架上一挺枪，如果有人要过来的话，是不是一下子就被发现了？朋友们，我是这样子想的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肯定是人为故意留下来的一个孔了。现在这堵墙的上方已经长了这样的一棵，应该是一棵灌木吧。所以说我进来的时候还没注意，这边还有一条路啊，这条路可以上去的，我们走上去看一看啊。这边更窄一些啊。哎呦，低着头啊。哎，这边好像一道窗户一样的。哦，哎，真的是迷宫一样的。哎，镜头前方我们又发现了一堵石头墙，就不走过去了啊。我现在是非常的好奇，当年到底这个石林里面藏了多少土匪啊？这个地方并没有多大啊，就是这一大整块的石头，在里面呢真的是错综复杂，随便看过去啊都是一条岔道。我们看一下这边呢，哎，看到没有？这边也是一堵人为建造的石头墙。这座山啊，要想进来，只有刚才我进来的那一道石门可以进入啊，其他地方都是无法进入的。而且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这座石林的半山腰之上吧，就在这座石林的山腰之上。其实要想攻入这座石林是非常困难的，但是呢，如果把这座石林给围起来，这边呢也是无法出去的。只要围起来的情况下，这里面的资源肯定是没有多少，粮食啊、吃住的没有多少。所以说，我这个时候啊，就想起了《乌龙山剿匪记》里面的一个画面啊，战山豹在山上躲了10多天，最后啊，饿的是没有办法了，下山去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吃老百姓的谷子，最后被民兵给发现，当场击毙。这可能就是作为土匪最后一个下场了吧。所以说，在和平的年代，我们要珍惜眼前的生活。其实今天来到这个位置啊，挺危险的，很不容易啊。现在几乎已经来到了这座石林的顶部了，这个位置也是非常高的。哎呦，转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。看这个位置非常的高吧？这边啊还可以进入的。哎，哎呦，这边应该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烧烤，看到没？一个孔啊。刚才我们应该就是从那边走过来的。啊，特别的凉爽，这个风很大。哎呦，这边很高啊，我就不过去喽。哎，这底下就是稻田啊。哎呦，很高，不过去了，挺吓人的。挺不容易啊，为了拍这个视频，真的挺险的，爬上这样的石头之上。
朋友们，其实拍这个视频我感觉挺不容易的，爬上爬下的，一不小心扭的脚，或者从山上掉下来，真的挺危险的。既然视频已经看到这里，我也希望大家能给石头一个赞，或者把你想说的话打在评论区告诉石头。真的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湘西人，我也非常的痛恨土匪。但是我们今天进入土匪洞之后，发现啊，当年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是极其艰苦的，确实在大山里面生活挺不容易的。换作是谁又愿意去做土匪呢？可能当年也是被逼无奈吧。好了，喜欢石头、喜欢湘西的，请记得点个赞、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